Hello， 各位观众，这边来开箱 Cooler Master 的 CK550 Version 2。那 CK550 Version 2比第一代呢，应该是多了这个手腕的垫子。那我们看到它后面就是一些说明的部分。那这边的部分可以看到，我们这次开箱的是茶轴的版本，然后有这个 RGB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喽。那打开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键盘的下面这里，然后上面这个是垫手腕的地方。再可以看到我们的键盘的下面有开一个洞，那这是因为上一代的版本，它的盒子上有一个洞，可以让你去试它的键。那这个 Version 2的版本已经把它取消了，但它里面的部分还是有这个洞。那我们就直接打开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配件。那它里面有附一个拔键器，它这拔键器这边有一个洞，可以让你比较好握。那它也是还蛮好拔的。那下面部分就有一个说明书，它的线是做这种一般的线，而不是做编织线。那茶轴部分比轻轴还要小声一些。那因为这次是茶轴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底下是可以看到这边是咖啡色的部分。那轻轴的话，里面会是蓝色的。那还有这个红轴的部分，它里面就是红色。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再来为各位介绍这键盘上面的灯光快捷键。那我们只要按住这个 FN 键之后，这个 F1 的键可以快速控制变化几个颜色，有绿色、蓝色、浅蓝、粉红色，然后也可以关掉，或者红色这样。F2、F3 还有 F4 的分别是红色，然后绿色还有蓝色。就是 RGB 3种颜色可以做细微的调整，这样点一点就是越来越多绿色嘛，然后越来越多的蓝色，这样就会整个加起来。那如果全部加起来，当然就 RGB 会变白色嘛。那 F5 是控制不同的灯光效果，像这样。那其实你不只是买了一个键盘而已，它还有附一个贪吃蛇的游戏让你玩。你可以用这个方向键来控制，让它吃到这个绿色点点。那吃越多的话，它这个贪吃蛇的长度就会越长。好，那这样就是死掉了。那因为我4年前拍过一部开箱键盘的影片，那下面有一些负评的留言，这边可以让各位看一下。他说呢，可以的话先去学一下对焦。那因为这个4年前我用的这个相机真的是对焦非常的差。那现在的话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这位观众还有继续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对焦应该是非常棒的。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对焦的真的是非常好。都不会有这个失焦问题。那所以说，我要让各位看到说，这个频道其实是拍的这个影片的质感其实是有在进步。那这部影片呢，我其实也继续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，没有把它下架。虽然说下面的这个评价不是说很好，但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频道是有在这个进步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赶快
按下这订阅来支持一下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频道有更多的动力，能够继续再拍下去哦。那这把键盘除了有这些灯光效果之外，它也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个程式，来让它有更多种灯光的变化可以自定。这把键盘真的是非常的简约，连在我们正面都完全看不出它是一把 Cooler Master 的键盘，它连一个 Cooler Master 的这个标志都没有，一定要翻到我们这个键盘的背面，才看得到这个 Cooler Master 的这个标志。在我们从键盘侧面看过去，看到它这个键盘的这个阶层真的很符合我们人体工学。那在我们看到这个小细节部分，它其实这个指示灯都有做这个 RGB 的设计，而并非这种单一的颜色。好，那再来要为各位测试现在这把 CK550的茶轴跟我之前的轻轴声音比较起来如何？那我们先从这次的茶轴开始。那再换轻轴的部分。那以上就是这次为各位简单开箱介绍的这个 Cooler Master CK550 Version 2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按赞，也别忘了按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